曾國藩，言慢者貴，信柔者富，德厚者旺。成大事者，言緩，三思而語，留有餘地。信柔，上善若水，波瀾不驚。德厚，以善為本，厚德載物。短短12個字，便是他留給後人為人處事的醒世恆言。一，言慢者貴。孔子曰：君子讷於言而敏於行。智者用腦子說話，愚者用嘴巴說話。開口之前慢3分，捋順思路，才是智者的表現。一個人性格直率，本來是好品格，因為不墨跡，不假裝。但性格直率的人，往往話比腦快，不注意說話的場合，有時哪壺不開提哪壺，讓對方下不來台。時間久了，這種性格就演變成了莽撞，容易招人記恨，甚至惹來禍端。老話說忠言逆耳，但現實生活中，忠言也會傷人，不是每個人都能聽得進去的。所以說話得分人，關係不是太近的，我們說話就得注意分寸。看過這樣2個故事。故事1，老王性子直爽，在朋友圈裡是出了名的，平時就喜歡指指點點的，但都是一些小事，朋友們也都不計較。一次老王和朋友去談生意，飯桌上朋友買了一瓶茅台酒，剛打開喝2口，老王就直接在飯桌上當着所有人的面對着朋友說：我覺得你這個茅台是假的，你是不是讓人騙了？飯局上的氣氛瞬間尷尬，朋友一時間既覺得很沒面子，也不知道該怎麼接話。因為老王的直爽，最後朋友生意黃了，老王也失去了多年的老友。故事2，親戚家的兒子大學畢業，在家閒了2年。一次去他家吃飯，他上來就問說：你覺得這個社會出來混最重要的是什麼？還沒等我開口，他就接着說是要做好準備，然後什麼運籌帷幄之類的說了一大堆。我說有沒有這樣一種可能，出來混最重要的是先出來，光想全是問題，幹嘛天天在家裡閒着？他說社會變化太快。他爹馬上就接着說，其實孩子很聰明，也很有想法，高考也是班裡前幾。他媽媽在一旁看着他，滿眼都是寵溺。此後我沒再多說一句話，因為我知道我不能說他。如果你的建議換不來別人的改變，那就尊重每個人的活法，否則打破他們的幻想，得到的一定是記恨。人都有個通病，寧在甜言蜜語中死去，不在忠言逆耳中涅槃。所以說，做人要學會言緩，說話三思而語，要留有餘地。忠言逆耳也要分人，高認知的人不會輕易去得罪別人，凡事留一線，日後好相見。2，信柔者富，為人太柔則迷，太剛則折。曾國藩就是善於剛柔並濟，說話軟，辦事硬的人。在曾國藩任兩江總督的時候，家裡有個表叔被人欺負，去縣衙告狀，結果被貪官痛打了一頓。沒辦法，表叔只好來南京找曾國藩。曾國藩了解事情原委後，沒多說話，只是囑咐妻子安排表叔先住下。2天以後，兩江總督治下所屬官吏工作例會，談完公務之後，曾國藩邀請大家到家裡吃飯。吃飯的時候，曾國藩讓叔叔坐在主位上，態度非常恭敬，大家推杯換盞，喝得很高興。宴席結束的時候，曾國藩拿出一把扇子說道：叔叔，這把扇子跟了我多年，就送給叔叔留作紀念了。說完，在扇子上寫了2句祝福的話，並署上名字，還邀請在座的同僚一起題字簽名。走的時候，曾國藩夫人看出了表叔的不高興，就小聲告訴表叔說：你回家後再去縣衙申冤，這個扇子可是大有用處。表叔心想，反正死馬當作活馬醫吧，豁出去了。於是表叔回去又去縣衙告狀。來到縣衙，表叔把手裡的扇子給縣令一看，好家伙，
上面全是大人物的簽章，這誰能惹得起啊？結果曾國藩的叔叔打贏了官司，這就是曾國藩的高明之處，既幫了叔叔，又不落下把柄，還維護了自己的威嚴。做人做事溫柔和善，比強壓逼迫更有力量。能剛不能柔，能進不能退，注定會失敗。3. 德厚者旺。古人云，小事靠聰明，大成靠厚德。在當今的社會，吃虧不見得都是福，但是厚道的人總會有人相助。俞敏洪在歲月中遠行中寫道，君子以厚德載物，情商高且厚道的人才是真正智慧的人。厚道之人做事更合乎于道、德、善，所以我們都更願意和這樣的人交往，都願意幫助這樣的人，喜歡跟這樣的人做事。2003年非典爆發，那個時候的新東方不但沒有報名的新生，還面臨停課，學生的退費的窘況，現金流也斷了。當時排隊退費的學生從4樓的辦公室一直排到樓下，按照規定，銀行一天只能取50萬的現金。面對擠兌的困境，俞敏洪沒有選擇跑路，先是去找銀行領導求情，提高了現金提取的額度，又到處找朋友幫忙，籌集了大筆資金，才度過了危機。2021年，俞敏洪的培訓機構關停後，他帶着有意願留在新東方的同事，開始轉型做直播帶貨，股價一度從100多塊跌到幾塊錢。外界的流言也是沸沸揚揚，這種壓力和輿論放在普通人身上根本承受不了。可是他們短短1年時間快速嘗試調整，很快就進入到了抖音快車道，新東方又活過來了。如果你能好，那是因為有人希望你好。現在的東方甄選直播間每天有幾十萬人在線，說明有一群人真的希望他好。董宇輝曾談到過俞敏洪，俞老師把8萬多張課桌椅捐了。坦誠來說，新東方那會兒非常缺錢，要是賣了，還能賣點錢來緩一緩。但俞老師沒有賣，而是全部捐給了農村學校。他還把平常直播間裡凡是自己寫的書賣出的收益和直播間裡打賞的收入，全部都捐給了農村。每次賣俞老師的書時都很放鬆，因為我知道每一筆錢他都會用作慈善。正是俞敏洪的胸襟和拙誠樸實的為人，讓他身逢絕境時有朋友相助，有員工跟隨，一次次地走出人生低谷。厚道才是一個人最好的運勢，最大的福田。一個人最終能取得什麼樣的成就，往往就蘊含在人字這一撇一捺的修行裡。慎言則禍少，性柔則事成，厚德方有福。好，今天的內容就分享到這裡，點讚關注逸軒，我們下期見。